有个人跟我讲过一句我觉得很有道理的话：没有只升不降的波浪，所以你有升起来的这一天，你就一定有落下去的那一天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认识，就是别把自己当回事儿。网传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因猥亵女上司被现场抓包，精神受到刺激而崩溃，被送进上海精神病院。这则消息瞬间引爆全网。今天的视频我会为大家带来全方位的解读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幸福，从客观公正的视角深度解读时事，欢迎来到幸福频道。事情的起因是从昨天开始，网上疯传当年红得发紫的历史小说作者，极具才华的当年明月，却传出精神出了问题，被送精神病院。有网友爆料称，当年明月因猥亵女上司被现场抓包，精神受到刺激而崩溃。这一说法迅速在网络上发酵，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。当年明月，本名十月，以其独特的笔触和深入浅出的叙事方式，将明朝300年的历史娓娓道来，让无数读者为之倾倒。他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不仅创下了历史类书籍的销量奇迹，更被评为最赞枕边书，连续多届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榜。当年明月也凭借着版税稳坐作家富豪榜前列，实现了财富自由。截至2020年末，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系列的累计销量为3200万册。然而，他却并未因此离开体制，相反，在体制内一路高升。在2021年，成为上海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。功成名就的他，多年来一直很低调，几乎不接受采访、发表演讲、参加会谈等，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，因此也没什么丑闻。操！按理来说，靠写书一举成名，实现财务自由之后，他大可辞去公职，做个自由人，开始享受生活，读书、写作、周游各国、交友，这是大多数人向往的。而他却偏偏选择继续留在体制内，每天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。2009年，当年明月开通了微博，偶尔发表很少的几句话和粉丝们沟通。3年多来，每天只睡5个多小时，为人民服务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加班，从中等体型变成重等体型，颈椎、肩椎剧痛，血脂高，脂肪肝，身上的零件基本算是超负荷状态，身体欠账太多，再不消停就彻底消停了。当然，之所以一直不写，倒真不是我懒，随便写几句也不受累。而且这几个月累计大概有7、8波人找到我，让我随便写点文章放上来，题目自拟，几千字就行，开价到6位数也没写，非不能写，是不想乱写。就像许鞍华说的，观众来看电影，甭管水平高低，拍电影的人诚不诚恳、认不认真，还是能看出来的。写文章也差不多，活下去，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，活下去，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。目前当年明月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，却未见官方辟谣。毕竟当年明月是曾经的顶级网文写手，现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，是进入高级干部序列的副厅级干部。如果传言不属实，官方或者当年明月本人自然会第一时间公开辟谣。若未来3、5天内都没有官方辟谣，那基本上就是真的了。在官方和当年明月本人公开澄清之前，当年明月进精神病院的可能原因是什么？至少有以下可能：一，可能是一个和当年明月真名十月重名的人进了精神病院，以讹传讹；二，目前网上流传最多的说法是当年明月骚扰上级女领导；三，有狂躁症，特别是一个财富自由、文人气质的人在官场，自由度自然比不上体制外，时间一长出了问题；四，被精神病得罪了什么人，被搞进精神病院。媒体早就报道过，官员搞人的一个方式就是把对方捏造个病症，弄进精神病院变相坐牢。
这种事情现在比比皆是，操作起来也有一套流程。犯了什么事儿，站队严重错误，但又不便公开处理，精神病院是个好选择。安排。这件事有太多看不清的迷雾，我们不是当局者，很难搞清楚其中的弯弯绕绕。只不过看到消息，还是会唏嘘一声，难过几分。不管怎样，还是希望这件事只是谣言。很多人也开始发出质疑的声音，指出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中，把明朝描绘成一个明亮、蓬勃、富庶、温暖、可爱的朝代。事实上，真实的明朝正相反，压榨、黑暗、残忍、贫苦。朱元璋一向自诩为老百姓的再生父母，但洪武元年到18年，各地上报的农民起义居然达100多次，平均每年6次。当年明月在一次访谈中曾说过，人一定要有自知之明，切不可做你不熟悉的事、不擅长的事，很多人就败在了上面。这句话放在今天的事件上，也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。关于这件事，目前网络上的消息充斥着各种版本，真假难辨，还是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。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未来我们将继续带来更多有深度、有温度的时事解读。我是李幸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唱戏不怕嗓门高，京东大鼓可不怕小，剃头的不怕脑瓜小啊，死猪不怕那开水浇啊。